川建国要到中国来喽，到底呢这个川习会有什么样的火花？今天带你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川习会即将登场，你要怎么样定义这场会面呢？与其说他去见习近平，不如说川建国要来验收成果啦。好，我们看到了川普呢，他上一回来到中国呢，是在2017年。2017年什么概念？贸易战开打之前，也就是说啊，在贸易战开打之后，大家这样形容，戏称他叫川建国，其实呢是认为他打压中国，把中国给压下去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要卡中国脖子。反倒呢，让中国开始练起了肺活量，所以呢，大家才会戏称他叫做川建国，说他一手加速了中国的产业升级，推着中国要往自给自足、自己站起来的路上走。所以呢，现在才会有人讲，哎呀，川建国他现在要验收成果啦，他要来看看这个一手自己努力逼他长大的中国现在长得什么模样？那当然呢，在外交当中是这样的，你如果去一个没有那么样完全友善的国家，你要去跟人家谈判的话，那你首先要有一些筹码握在手上。所以呢，你每一回看到这个两个国家有一点竞争关系的要见面之前呢，一定是先有一些你来我往哦，那这次也有。好，我们来看川习会之前啊，美国又来了哦，美国制裁中国又开始了，他制裁了很多国家啦。这次呢，他的理由是说这个帮伊朗的，我就要制裁你，所以呢，他又公布了一波接着一波的名单。最新他公布的名单，他是这么说的：他说有一些企业，有一些中国企业或者是个人帮助伊朗，然后呢，这个害得美军遭到了攻击，所以呢，有几家公司啊，我念给大家听。这个杭州的一个这个密商科技，然后呢有长光卫星，还有北京的木美星空这几家公司，这3家企业，他说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各自帮伊朗搜集了一些美军资料，比如说呢，这个密商科技它可能就是提供了一些卫星影像给伊朗，那伊朗呢就借着这些卫星影像，他就找到了美军在哪里，我就精准打击到这个美军了哦。然后呢，像是这个长光卫星也是，这个北京的木美星空也是哦，各自都提供了一些关于卫星空拍的影像提供给伊朗了，所以他说好，我要制裁你们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几家，他说这几家公司呢，则是加入了伊朗的军事武器的供应链，比如说呢，有一些中国的企业，然后有一些香港的企业，像是有一家叫做玉思达，这是一个贸易公司。那美国就说，你这家贸易公司呢，你就是帮伊朗去跟中国买武器，所以呢，你这叫做加入了伊朗的这个军事武器供应链，所以呢也通通都被制裁了哦。好，陆陆续续好多家。那在这次之前呢，还有一波，那一波呢更值得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哦。那个是在4月底的时候哦，这个美国就说了。说有一些这个石化业，这些石化业呢，它是跟伊朗买油。这就不可以了，因为呢，美国它是要阻断伊朗的经济命脉，那你还跟他买油，我制裁你。好，那我要制裁你呢，那就不得了。好，那公布了这个洋洋洒洒非常多家，赫然在列，有一家大到不得了的公司，大连的这家叫做恒力石化。我们在台湾可能对中国的石化产业没那么了解，但这家公司不得了，它是中国第2大的石化产业，那仅次于中石化，中国第2大。那就很大哟，所以呢，你制裁这家公司那不得了了。所以呢，现在中国立刻端出了一部法律，这部法律呢，其实是已经定好5年，从来没用过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美国要制裁恒力石化，于是呢，他要端出来用了。那你说端出来用，然后
怎么样吗？哎呀，就是要告诉大家重点在哪里。好，那这部法律呢，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哦。你说，这个恒力石化被制裁了，那被制裁了之后呢，所有美国相关的金融机构，你都不能跟恒力石化来做任何的往来。那我们刚刚提到，它是中国第2大的一个石化厂，所以呢，如果它被所有的这些这个金融机构断绝往来的话，哦，不得了哎。它是很大的一家石化公司，哎，好，那所以呢，现在中国反击了，中国首度呢采取了这部法律，叫做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》。好，这部法律呢，其实呢，在2021年它就已经定好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拿出来用。那现在拿出来用呢，那个意义不得了，因为美国看了之后，马上这个倒退3步，倒吸一口冷气，然后就说：“哦，你要用这部法律是不是？那你思考哦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想一下哦。”好，那到底这部法律呢，它严重性在哪里哦？那我们就要先讲到这部法律它为什么要定了。2020年，美国呢，他这个制裁了香港的特首，那个时候的特首林郑月娥。那当然有那个时候香港的一些这个治安啊，还有那时候的政治情势，所以呢，美国就制裁了这个林郑月娥。制裁他呢？那你说制裁他，通常制裁是这样的，比如说中国说我要制裁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是这个制裁这样的一个法律就在中国境内，我就制裁你嘛，对吧？那我这个制裁，我制裁你，那美国当然就不一定制裁这家公司哦，欧洲也不一定买你的单，我跟你一起制裁，那对吧？就是每个国家的制裁通常是就是我自己国家制裁它，对吧？但是美国不一样。为什么美国要制裁谁呀？哇，全世界跟着一起制裁，为什么？美元体系的一个优点就在这里哦。美国常常喜欢用金融的方式制裁别人，比如他要求什么样的金融机构，我就制裁他。那你制裁他呢？因为这个美国他这个常常长臂管辖，他这个制裁他之外，他还有所谓的2级制裁，也就是呢，我说要制裁他。那如果你这个欧洲金融机构你不跟我一起制裁的话，你小心我小心哦，那我也顺便制裁你，我叫2级制裁。所以呢，就是会被连坐法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变得全世界美国说要制裁谁，那大家也只好手跟着指过来，只好一起制裁，就是因为美元结算体系。如果你不跟他一起制裁的话呢，你的2级制裁很可能你会被踢出那个美元制裁、美元结算的体系哦。哇，那不得了！以金融机构来讲，大家都在用美元结算，如果我被踢出了那个系统之外，我生意还要不要做？那我当然只好跟你一起制裁啊，对吧？好，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林郑月娥，林郑月娥发生什么事？那个时候美国说我要制裁林郑月娥，好，那你知道林郑月娥发生什么事吗？在香港，对吧？好，那你说那些非中资的银行、非中资的金融机构跟着制裁，那你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比如说像是渣打呀、HSBC 呀这些外商银行跟着制裁林郑月娥，我就是不给你任何的金融服务，那你就很好理解，因为他们要跟着美国一起制裁。但是问题是啊，中资银行甚至有很多是这个国家企业哦，国企的银行也跟着制裁林郑月娥，所以搞得林郑月娥你知道有多荒唐吗？她薪水领不到因为没有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要跟她往来。敢跟他往来，连中国自己的银行都不敢跟林郑月娥来这个往来，所以荒谬到什么状况？林郑月娥她是香港特首，她要领薪水，她是拿1包现金，给她1包港币，嘿嘿，因为没有银行可以转账给她。荒谬成这样，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呢，让中国北京当局觉得天哪，哪有这种事？这个美国说要制裁谁？怎么连你们中国自己的企业跟着制裁啊？那中国那些银行说没办法啊，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业务啊，我如果不跟着制裁的话，我万一被2级制裁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就是林郑月娥一个人的账户不要用，那以后万一我也被2级制裁，那我不是生意通通不要做，那我影响可大了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在2021年，北京当局才会出台了这个我们刚刚念的叫做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
适用的办法。所以呢，它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些国外的法律哦，在我这个境内不当运用，所以我就是阻断它，阻断法哈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看2021年这个法律就有了，但是呢，直到今天，直到最近5月初，你才看到了。因为美国要制裁大连的恒力石化，那这家公司非常重要，于是乎这次中国的商务部出手了，拿出了这个阻断法。他说：“我宣布，针对美国的制裁呢，还有12个字，不得承认。”不得执行，不得遵守，也就是我禁止美国制裁我们中国的企业。好，我禁止你制裁我的企业。那美国看了就说，那我禁止你禁止我的制裁令，很多禁止。好，那于是呢，这个美国也是嘴巴讲啦，因为呢，我也没想到中国居然这一次这么有底气啊，居然敢禁止我的制裁令。好，那你就不怕被我逐出美元体系吗？你不怕这个我把你逐出去吗？中国一定是有底气的，那不然你要把我整个国家都逐出去吗？那你把我整个国家逐出去，那现在的美国承受得起吗？现在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完全可以割袍断义的时候，现在还有非常多这个互相之间的往来，所以可能中国也看清这一点哦。美国现在此时此刻还没有可能完全跟中国完全切断，所以呢，可能因此就胆子大了。好，那就不然你看你要怎么办？所以呢，看到了这次啊，中国端出了这所谓的阻断法啊，我要阻断你的一个制裁。美国就是嘴巴2句，然后也没有下文，好像这件事就这么过了哦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阻断法一旦拿出来，阻断你1次，我就可以阻断你第2次，阻断你第3次。你现在再怎么样这个制裁我，阻断你100次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接下来的阻断法可以发挥到多大功能。好，那么当然额外一提哦，那你说我如果真的被这个美国2级制裁，我要怎么办？可以跟中国政府求偿，中国政府呢，它补偿你。如果你真的被美国怎么样欺负了，中国政府挺你。这部法律阻断法呢，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，那这就会让一些中国企业，它愿意无视美国的一个制裁令，它敢不遵守美国的一个动作了哦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有多少企业敢这么做？有多少企业是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？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观察。好，那当然讲回来，我们看到这些制裁来制裁去，中国居然是敢这个硬起来，然后呢跟美国叫板哦。其实呢，互相都是在累积谈判筹码。我们刚刚讲，川习会要见面，所以呢，互相都在累积谈判筹码。好，那到底这次川习会谈什么？当然谈很多，贸易关税啊，然后谈中东的战争啊，谈稀土啊，谈科技的管制啊等等，这些可能都是接下来我们会谈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川普这个时候来啊，有人讲说他可能也不是说我真的要来跟你谈定什么样的一个协议，而是来看看你还好吗？顺道呢，他希望可以营造一个他在谈判当中大获全胜的一个印象，因为回去了之后呢，中期选举就要到了，所以呢，川普来很可能，到时候呢，他又会有一些动作。回去之后呢，他会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谈判又胜利了，哎呀，我把中国，这个踩在脚下了。”可能又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宣示哦。但是呢，其中有一个大家可以观察是，中美之间都在发展 AI， 但是人工智慧呢，会不会已经发展到一个这个失控的状况？比如说像最近你看这个 Anthropic， 那他们呢，这个发展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工智慧，那他后来说哦，那我不发表了，因为它太厉害了，万一这个把这个网络搅得天翻地覆怎么办哦？所以呢，这些在 AI 发展当中的伦理秩序怎么样？这个人类不要受威胁，有没有可能中美之间来谈一谈，可以合作呢？这也是这一次看到川习会当中有没有谈到，我们可以来观察。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，要带您看到了，其实呢，最近有个话题很有意思哦，就是在讲说，这个包括了习近平，包括了川普，那乃至于这个普丁，然后呢，看到了一些这个科技圈的有钱人，大家呢都想长生不老哦，所以呢 ，AI 能不能发展这个长寿、延长寿命啊？这也是最近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议题哦。有钱了，或者是有权势了，大家就想要长生不老，永远呢把这些权势
都这个好好的握在手中哦。那当然，这个发展到如何，我们也继续看下去嘛，对不对？以前这个秦始皇也是很喜欢，你知道，希望活得长长久久嘛，希望呢这个胸怀天下，永远天下都是我的。那到底呢可以研发到怎么样？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再持续看下去。好，但是呢，回归主题哦，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，川普在2017年。来到中国之后，2026年再度的要踏上中国的领土了。有人是这样说的啊，这个是一手被他逼出来的新中国。那当然呢，现在的中国跟当初2017年他来到的中国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有人这样说，现在的中国呢，已经是平视世界的，跟过去仰望世界、仰望美国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了。当然，你可能会讲，不，中国现在经济在走下行。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困境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川普一手把中国推到了一个可能已经认清不能够再依赖美国，不能够再依赖西方世界，亦或是不能够再依赖其他国家这样的一个悬崖边。你知道人哦，再一步，我可能就是碎尸万段，我就是万丈深渊的时候，你会激发出非常多的潜力。现在的中国有一点被川普逼到绝境的感觉，所以呢，你看到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倾全国之力要发展自己的一条道路了，这是所谓川建国一手逼出来的，所以才会有人这么讲，川建国啊，现在要来验收成果啦。这个被他逼出来的一个新中国，到底长得什么样？是方是圆是扁啊？就让他自己好好来看一看了啊，看看他逼出来的新格局长得什么样。那当然，这个两个人见面啊，到底还会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？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喽。好，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川习会之前呢，赶快来带大家一点小小的一些分析。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喽，我们下回见，拜。